别再盯着那些涨跌榜了。2026年真正决定你财富命运的，不是你买了哪只股票，而是你看懂了哪场游戏。当全球有一半人每天都在滑 Meta 的应用的时候，当川普政府宣布要砸2000亿美元买抵押贷款证券的时候，当国防预算从1兆美元暴增到1.5兆美元的时候，这些看似不相关的事件，实际上正在编织一张巨大的财富重新分配网络。问题是你站在网的哪一边呢？让我先说一个你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事实：广告业是这个星球上唯一能预测到的永恒增长的行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广告是现代经济的血液循环系统。没有广告，你的咖啡店开不下去，你的创新公司找不到客户，你的商品卖不出去。这不是营销学的理论，这是经济学的铁律。Meta 平台就像站在这条血管的最粗处。我们来看几个让人头皮发麻的数字：35.4亿日活用户，这是全球人数的一半，当然扣除中国。从2025年3月到9月，短短半年新增了1.1亿个账号，广告展示量年增14%，而每则广告的单价还同步上涨了13%。那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想象一家餐厅，不仅客人越来越多，而且每道菜的定价还能持续提高，这就是 Meta 现在的状况。更恐怖的是，他们的营运现金流占营收比高达55%，每赚1块钱就有5毛5变成现金流入口袋。但华尔街为什么给它折价标签呢？这里就是游戏规则改变的地方。Meta 的本益比只有22倍，对于一家营收年增近20%，投资资本报酬率超过40%的公司来说，这简直是跳楼大甩卖。你原因只有一个 AI 投资恐慌症。你还记得 Meta 砸大钱在元宇宙上的惨剧吗？现在看到又要烧钱搞 AI 数据中心，自然吓得就腿软。但是这次逻辑完全不同。元宇宙是创造需求， AI 是强化既有优势。AI 让 Meta 的广告推荐更精准，用户粘性更高，广告主回报率更好，形成正向循环。管理层呢已经证明会刹车，上次元宇宙烧钱太凶了看到股价暴跌后立刻就踩了刹车了。那这次如果 AI 投资回报不及预期，他们有前车之鉴。硬件市场的偷袭机会苹果过去5年在这个 iPhone 上创新几乎是零，只有一些微调，像这个相机电池、屏幕的升级。开发者呢对苹果30%的抽成早已是怨声载道。Meta 若能切入消费电子硬件，这是一个低几率、超高报酬的选项。内在价值呢，每股在867美元，当前股价649美元，差距呢有34%。我们再聊聊国际局势伊朗局势恶化，乌克兰战争持续，中国与台湾的紧张，沙特阿拉伯与阿联酋的摩擦，美国接管委内瑞拉，川普想要格陵兰。这不是新闻联播，而是全球军工产业的订单列表。国防工业主动型 ETF 股票代码 IDE 就是为了这个限时量身打造的金融工具。为什么贝莱德在2025年5月推出了这档 ETF 呢？是巧合吗？不要傻了，贝莱德管理的是超过10亿美元的资产，他们的情报网络比你想象的更深。当他们在2025年5月27日推出 IDF 的时候，当时可能已经掌握了某些风向标。那来看具体的表现从25.8亿美元起步，现在34.67美元，不到1年涨幅37.6%。同期呢，标普500只涨了19.36%。川普政府刚宣布国防预算要从1兆美元增至1.5兆美元，增加50%。这不是一篮子美国军火商股票这么简单。国防工业主动型 ETF 持有123家全球防务公司，分散风险的同时捕捉全球军备竞赛的红利。当北约成员国因为乌克兰被迫提高国防支出，当中东火药桶随时可能会引爆，当亚太地区军事化加速，每一笔国防预算都会流向这个 ETF 的持股公司。坦白讲，我不兴奋这个趋势，你也应该不兴奋。但是投资不是道德辩论赛，而是认清现实后的资源分配。全球领袖们正在撕毁联合国宪章随意制定和废除规则，这不是我们能改变的。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当旁观者，还是保护自己的资产。IDF 是防御型进攻，在动荡的时代为资金寻找一个避风港。当市场因为地缘政治震荡的时候， IDF 往往逆势上涨。去年那些说 ETF 太无聊的人，今年都在后悔。明年你会加入后悔的行列吗？现在把这两个故事串起来，加上第3条主线，政府呢正在疯狂的印钞。川普的大美丽法案会让美国人均多拿1000美元退税。联准会在2025年12月就已经重启量化宽松。川普要买20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来压低房贷利率，信用卡利率可能被限制在10%。这些都指向同一事件。2026年银行账户里会有更多的钱，流通性
等于市场燃料。当系统里的钱变多了，资产价格自然会上涨。这不是理论，而是物理定律。水多了，船就浮得更高。但是这里也有一个陷阱，通胀。如果这些钱印得太凶，可能会引发新一轮通胀。目前 CPI 年增率预计维持在2.7%，但如果实际数字意外飙高，联准会呢可能会被迫再次升息，那就是另一个剧本了。所以投资策略要灵活。像 Meta 这种高现金流公司在通胀环境下反而会有优势，因为他们有定价权。国防类 ETF 在通胀时也表现得比较稳定，因为政府国防预算不会因为通膨缩水。能源股 USO 等值得关注，特别是如果伊朗冲突升级或者 OPEC 减产报复美国，市场呼吸的节奏，技术面上标普500正在形成波动收缩形态，通常预示着至少1年的多头行情，但是别太乐观。美国银行刚发出警告说，极端情绪指标都在尖叫卖出。上次他们这样喊是在2025年4月11日市场底部，结果成了最佳的买点啊！这次会有什么不同吗？我的预测是2026年第一季度末或者是第二季度初可能会有10%的修正，原因呢可能是 CPI 数据意外上升，伊朗局势升级 ，VIX 波动率指数目前在14，是2024年8月以来被做空的水平。这种太平静往往是暴风雨的前兆，但修正不是灾难，是上车的机会。综合以上分析，下面呢是我会关注的一些配置，并不是投资建议啊，一定要自行研究。我的核心持仓会有60%，是个 Meta， 目标价呢867美元，当前呢是694美元，上涨空间大约有34%。再一个就是 iShares 国防 ETF，股票代码 IDF， 受惠全球军备竞赛与美国国防预算暴增。再一个就是卫星持仓30%，诺和诺德1个月涨了20%，FDA 批准口服 GLP-1 药物，与亚马逊合作销售。Costco 突破6个月下降趋势，已经涨了75美元了。奈飞技术面超卖，目标价呢82美元。避险与机会大约分配10%。能源股原油 ETF USO 监控突破讯号。AI 能源概念股 OKLO 等。AI 呢会改善所有应用，算力需求等于能源需求。Visa、Mastercard 即使信用卡利率突破限制，他们靠手续费赚钱也不受影响。2026年不是选股票的年份，而是选赛道的年份。当 Meta 控制35亿人的注意力，当全球国防支出暴增50%，当各国政府竞相印钞，这些呢不是可能发生的趋势，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。你可以选择忽视，就像去年说的那些 ETF 太无聊的人一样。或者呢，你也可以选择在规则改变时跟着改变。那记住啊，投资不是赌博，而是对未来理性的押注。当大方向清晰的时候啊，剩下的只是执行的纪律。游戏规则已经写在墙上了，问题是你怎么想呢？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，不要忘记点赞、订阅、转发。那我是老林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